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三幻第一只稀有善灵灵灵。灵灵是一只颜值非常高的善灵，对我来说，它是善灵界中颜值排名最高的一位。那么，对比它那超高的高颜值，它自身的实力又会如何呢？我们就先来看它的出战技能。目前我这个灵灵的技能只有2级，所以属性方面大家就先参考看看就好。国际服善灵的等级上限比陆服高，所以稀有善灵只会强不会弱。到时大家再自行拿灵灵提供的数值来和其他善灵比较就是。灵灵会在战斗开始时为己方所有攻击型武将提升最终防御，效果会持续2回合。是的，它是一只只能支援攻击型武将的善灵。如果你的队伍里没有攻击型武将，那就不用考虑灵灵了。在这前2回合中，每当有攻击型武将的攻击造成暴击后，最终防御提升的效果都会再获得翻倍，最多可提升2次。这是和梅林完全相反的机制和能力。梅林提升的是最终攻击，并且在一开始就会达到最高值，然后会在每次普攻后逐步下降，2次普攻后就会降到最低点。而灵灵则刚好相反，它提升的是最终防御，并且会在每次暴击后获得提升，2次暴击后最终防御才会来到最高点。梅林只能支援占1号位的武将，而灵灵却可以支援队伍里的所有攻击型武将，是个能支援多核心的善灵。灵灵的能力当然还不只有这样，如果提升的只有最终防御力，那么灵灵还是完全不够看的。灵灵最强大的能力就在于，它可以让我方攻击型武将在释放怒弓或龙魂技时，临时将武将身上一定百分比的最终防御转换为最终攻击来使用。这是一个攻防一体的技能，这就是灵灵最强大之处。它先是提升了最终防御，让攻击型武将享受了防御力的加成，增加了坦度。然后在他们释放怒弓或龙魂技输出时，还可以把最终防御转换成最终攻击利用来增加他们的输出。等于是把一种属性当成2种用途，这也只有灵灵能做到了。因为灵灵只会在武将攻击时才会临时转换最终防御力，所以这不会影响武将原来的防御能力。这项能力可说是毫无弱点，完美的将武将的防御能力也运用到了攻击端上。若要说灵灵有什么缺点，那就是它只能支援攻击型武将，而且转换能力整场只能生效2次，这个就会有一点少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更多的情况下，灵灵的最终防御力还是只能用在防守上的。不过，只要你有能力将灵灵的天衡升到6阶，效果又会完全不一样了。6阶天衡后，只要己方攻击型武将成功击退过敌方武将，临时将防御力转换成攻击力的能力，就会再无触发次数限制，并且效果还可以持续至战斗结束。6阶天衡是一个质变的效果，它能让灵灵的增伤从整场只能发动2次，变成了无限制，但前提是你的攻击型武将要先有能力先将敌方击退才行。那么6阶天衡需要抽到几星？在陆服，这是需要抽到6星才能激活的效果，但在国际服这里，6阶天衡只需要4星就可以激活了。不过附带条件是2阶和4阶的天歌属性全都要点到橙色才行。难得国际服有比陆服更不坑的东西，这应该不会被改掉吧？另外，善灵的章节原本是对应善灵的数量而开放的，但不知为何国际服在灵灵上线前就提前开放了新的章节。我只希望你的蓝粉不要提前用完了，不然之后就只能慢慢的升级灵灵的天衡技能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灵灵提供的2个非出战技能。左边的第一个特殊技能会使我方武将在攻击时，若自身的生命百分比高于敌方，则造成的伤害就会提升20%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技能非常适合会隐身的 SP 孙尚香和 SP 张辽，尤其是 SP 孙尚香攻击目标还是对面血量最低的，是最能稳定发挥这项技能的武将。而 SP 张辽在女团里，可以在隐身后再通过女团回血来稳定的发挥这项能力。
灭队同样也能得益于这项能力，在灭队里通常都会带有开场能释放龙魂技的武将 ，SP 赵云、SP 郭嘉、SP 张飞，五子队的 SP 张辽。这些武将几乎全都能在释放龙魂技后，再次释放怒弓或普弓来继续输出。最后就是一些站后排的武将，因为受到的伤害少，所以通常也会比较容易发挥这项能力。整体来说，零零这项能力还是蛮好用的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优先把它升起来。右边的非出战技能就刚好相反，会使己方武将在受到攻击时，若生命百分比高于攻击方，受到的伤害就会被降低20%。同样的，这个能力也非常适合奶量大的女团。有了零零的这两样能力，生命较高的一方就会更有优势，强的会更强。就有点像只要龙魂比对方高，输出和防御能力就会比对方高的概念。当然，增减伤的结算是比较靠前，所以影响力不会真的像龙魂那么大。虽然血量这东西是完全不可控的，但你无法避免它一定会在战场上生效，所以这技能也不能没有。零零的两个非出战技能都很优秀，算是和竹灵是同等级的。个人认为它仅次于稳定性更高的梅林而已。大家可以按各自队伍的需要来决定优先升哪一个。最后是关于零零的抽取建议，哪一个武将或哪一个阵容会受益于零零呢？答案是 SP 张辽和火烧队。零零的使用条件基本上有两个，第一是队伍一定要是以防御为主的抗队才适合使用零零，第二当然是队伍里一定要有攻击型的武将了。若要说哪支队伍拥有最多攻击型的武将，那就非得是火烧队莫属。零零提供的最终防御提升正好可以增强火烧队需要的坦度，而最终攻击的转换也可以用来提升灼烧的伤害，因为灼烧的伤害就是根据释放灼烧者的攻击力而定的。在攻击型武将方面，除了火烧队成员外，唯一的受益者就是 SP 张辽了。其他还在线的攻击型主输出，姜维因为没有怒弓，也没有龙魂技，所以完全吃不到零零的增伤。SP 吕布则是因为他的输出频率高，而且还包含了普攻在内，所以前期零零那一点增伤次数根本就不够吕布塞牙缝。再加上吕布一般都在灭队里，所以 SP 吕布还是会更倾向继续使用能支援所有攻击类型的梅林为主。SP 张辽可组的队伍有很多，但只有抗队张辽会使用零零，灭队张辽则依旧是以梅林为主。那么有哪些抗队张辽可以使用零零出战？火烧、女团、盾江、冲锋江、脏水这些都可以使用零零，而灭队张辽，比如五子、灭辽、鼠突、切后，这些都依旧还是以使用梅林为主。虽然零零看起来好像有很多队伍都可以使用，但这也是仅限于这个版本而已。在下一支更通用的稀有善灵雀灵上线后，零零在很多队伍里的位置都会被雀灵给取代，只有少数的火烧队会继续使用零零出战，所以并不推荐平民把卷投资在零零身上。如果国际服抽取稀有善灵的方式和陆服一样，那么每次稀有善灵活动，平民还是可以靠保底来获取一个当期稀有善灵的，这点大家也不必太担心。抽取稀有善灵的道具有两种，一种能留，另一种不能留，所以不能留的道具你还是得抽完的，只把能留的道具留给下一期就好。对陆服稀有善灵抽取活动很感兴趣的玩家，也可以点击这个视频去观看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。对于大佬来说，零零还是必须要抽的，因为善灵不仅是出战用，它还可以用来提升很多属性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无法确定在下一季巅峰开赛前，雀灵是否会上线。所以想拼巅峰排名的玩家，还是建议最少把零零抽到4阶。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到时最强的队伍会是哪一支，不过巅峰赛会需要2到3支队伍出战，所以零零是肯定可以派上用场的。使用零零还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它可以将输出武将从1号位解放出来，这样就不容易被公孙瓒直接踢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